试图把无差别报复社会的行为合理化，总是不可接受的。世上没有一种正义是可以与恻隐之心对立的，没有恻隐之心的人绝不可能是侠义之士，即使他的行为真的达成了所谓的宏观贡献，也不改变其禽兽的本质。大家好，我是花善里。看标题和引语，大家应该猜得到这个视频是为什么而做的。我的几个主要发布平台的审核标准应该都不允许我制作直接有利于扩张具体恐怖主义事件影响力的影片，但是对于这个现象本身，我还是很想说两句。今天让我们来看一看，当侠义还是汉民族精神的时候，先贤们都是如何应对不平和愤怒的。我最先想到的相关文章便是《战国策》中的唐雎不辱使命，那么我们就从此切入，先通读一遍这篇文章，然后再回到最近的这些事件。我不知道其他的华语地区的情况，不过大陆的语文教科书中确实是有这一篇，这是唐雎与秦王的一段对话文章。文章的开头是秦始皇派人告诉安陵君说，秦国愿意以500里土地交换安陵国，安陵君以守护祖宗家业为由拒绝，秦始皇不悦，那么安陵君便派出唐雎出使秦始皇，解决这次外交问题。之后是两个人见面之后的对话，秦始皇直接就发难，说寡人以500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而且我秦国连魏国和韩国这样的大国都吞并了，却没有直接吞并区区50里的安陵国，那都是因为我尊重安陵君是长辈。如今我以10倍500里地请安陵君增加土地，竟然被拒绝了，是看不起我吗？唐雎就回答说，否，非弱势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值500里哉？这个回答就很精彩了，一开始一个否字就把秦始皇的发难打回去了，然后又用非弱势也再打回去一次，意思是你没有听错，我就是不怕你。然后到后面明明说完虽千里不敢易也，意思就已经完整了，但是唐雎偏偏加了一句岂值500里哉，进一步展示强硬。接下来理所当然的，秦王弗然怒，突然转移话题，警告唐雎说，公亦常闻天子之怒乎，要夺回由自己来发难的谈判节奏。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节奏又缓了下来。秦始皇一拳打在棉花上，这个就叫画劲儿，4两拨千斤。然后是秦王说，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可以说是丑态百出，自己标榜自己狠，那是小混混的做派，不是一代霸王该有的表现。然后唐雎也和秦始皇一样突兀的转移话题说，大王常闻不义之怒乎，也有调戏的意味。秦王回答，不义之怒，亦免官图贤，以投羌地耳。不仅意识上丑态尽显，还用了义耳这些字，还是小混混做派，不是秦王作为一代霸主该有的样子。唐雎接话说，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先反驳了秦王免官的说法，然后接着就开大，辅专诸之次王僚也，会心喜悦；列政之次韩魁也，白虹贯日；要离之次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对于专横的小混混，你就是要让他感觉到自己不是绝对的安全，一旦判断对方也有伤害自己的能力，小混混就会被吓到。所以唐雎就连续拉出了3个刺客的故事来吓秦始皇，而且会心喜悦，白虹贯日，苍鹰击于殿上，一步比一步近，下一个就是要在房间里了。之后唐雎继续说，此3子皆不义之事也，怀怒未发，休尽降于天。看似是要总结前3个例子，给秦王一个语气将要放缓的预期，然后突然话锋一转，与臣而将事矣，直接威胁要刺杀秦王，相当于敲黑板，让他集中精神听下面的话。唐雎接着说，若士必怒，伏尸2人，流血5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说着就挺剑而起，拿伏尸、流血、天下这些秦王用来威胁自己的词反过来威胁秦王，也是故意举例对比庸夫之怒和士之怒，即使说出来的威胁内容一样，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却完全不同。秦王是想要的东西没有得到，借助愤怒来掩饰无能和以势压人，不过是国家恐怖主义的体现，毫无人格魅力。唐雎则是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侠义精神的愤怒，这种怒火不仅是一种勇气，更是对弱者的激励，是英雄做派。然后秦王也是继续他的小混混做派，马上懵逼认怂，色老长跪而谢之曰，先生作何至于此？寡人欲矣。夫韩未灭亡，而安陵以50里之存者，徒以有先生也。又对比了对话的开头，秦王发难之后，唐雎连否2句化解，一句比一句语气强；而现在唐雎发难之后，秦王就连否3句认怂，而且一句比一句怂，之后还要接韩魏的例子，把自己说过的话吞回去，还要帮唐雎回答最开始自己发难的问题，可以说是把小混混的形象写生动了。那这么说，难道天子就不能怒了吗？天子当然可以怒，百姓唯恐天子不懂得愤怒。齐宣王问孟子，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对此的回答是，王请无好小勇，
诗云：王贺思路远整其旅，以贺促举，以堵周户，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路而安天下之民，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路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路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这才是天子之路，不是一路让天下人勒紧裤腰带，不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汉民族精神中的路离不开侠与义，不依路见不平而路，拔刀相助是为侠义；身有不平而路，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是为侠义。天子见天下不平而路，一路而安天下之民，也是侠义吗？不平则鸣是每个人的天性。韩愈愤而作《宋孟冬野序》，说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扶贫者乎？草木、金石、风水，都是因不平而鸣，人亦然。周之衰，孔子之徒民之，其声大而远。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民。秦之兴，李斯民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杨雄最其善民也。然而魏晋之士，虽有锦绣文章，其声音轻轻而虚浮，其辞藻艳丽而伤感，其志趣颓废而泛旷。他们的文辞杂乱，缺少章法，将天丑其德莫之故耶？何为乎不明其善民者也？最后回到当代，以孟东野、李敖、张籍为例，三执者之民性善矣，只是不知道上天将如何应和他们的声音，是让他们的作品表达国家昌盛呢，还是让他们贫穷饥饿、愁肠百结，以使他们的作品表达不幸遭遇呢？三执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身居高位，仍不忘见不平而鸣，当为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不平则鸣，而天不明其善民者，当为悲。你应该听说过一个实验，把5只猴子关进一个铁笼，放下一根香蕉。当有猴子要抓香蕉时，从笼子上方浇下开水，猴子们被烫得吱哇乱叫，然后放下香蕉。又有猴子去抓时，开水又会再次浇下。如此几番之后，猴子们也在赏善罚恶中学到了经验。如果再有猴子尝试去抓香蕉，那么其他的猴子就会一哄而上，把它暴打一顿。当暴打试图抓香蕉的猴子成为了约定俗成，即使部分换掉笼中的猴子，也再没有谁敢去抓香蕉了。当主管说出那句别人发高烧流鼻血的都能干活，你为什么不行？不行就滚蛋！香蕉就在那里，但是猴子却选择去找一只完全无关的小猴子暴打一顿。他当然也知道自己愤怒，而且他不愿意做那个免官图显、以头枪地的庸夫。他以为自己选择了士之路，然而区分士之路和庸夫之路的，并不是暴力的程度。士之路是以力量捍卫公理，结束灾难，而不是蛮不讲理的制造新的灾难。对更弱小者出手，展现的不过是自私与怯懦的总和。他们留下了很多表达不平与愤怒的句子，说明为什么要这么干。但是他们所宣扬的愤怒与正义，其实是对更深层次的恐惧的掩饰。当有另一只猴子去抓香蕉，他们跟随其他的猴子冲上去时，可以表现得无比英勇。但是他们即使是在饿死的边缘时，也绝没有勇气自己去抓那只香蕉。他们既不敢向使得自己发怒的真正对象发起挑战，也失去了承担正义的重量这种能力。他们中有一些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知道饮用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我而鸣这样的格言，以此来为自己的行为披上正义的外衣。但是正义应该建立在健全的情感和共情能力之上，连对和自己有相同遭遇的弱者都没有同理心，那是禽兽，何来正义？他们的心里也有理性的计算，选择通过伤害无力反抗的弱者来制造最大的伤害，以此填补他们心中的不满。他们的攻击目标常常是无力反击的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他们复仇的幻想。而如果要对真正给自己带来愤怒或者不平的来源复仇，他们就嫌麻烦了，不想去了。是的，嫌麻烦和不想可以做一辈子的不敢的借口，甚至是到了寻死的时候。这种高喊正义却行泄愤之实的行为，对愤怒的态度还不及庸夫之路，面对不平更是连基本的判断能力都失去了。这些事件不过是懦弱扭曲人格的爆发，其本质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恐惧。他们不敢面对内心，不敢挑战愤怒，因为既无勇气，也无理智，更无恻隐之心，令人不齿。却为了给自己的不耻行为找一个正义的借口，硬是给那些他们目标下没有反抗能力的无辜之人罗织罪名，要引用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来给自己制造一丝丝的正当性。但是如果要这样乱引用的话，那巧了，我这里也有几句引用，一句叫报仇起交行节，作勇翻陈害人，另一句叫法行于贱而趋于贵，天下不服，最后一句最适合，叫夺泥咽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亦有。
鹌鹑树里寻豌豆，鹿死腿上披筋肉，蚊子腹内刮脂油，亏老先生下手。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这里是巫女花赛里，一个演绎历史与传奇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